白饭淋上充满蟹肉，而且又香又浓又滑顺的蛋汁，这就是不存在天津的天津饭。今天就来做日本的中华料理天津饭，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，我是 Chris。今天要做饭类料理，所以第一步当然是要先煮饭。过去常常教你煮饭，一定会提到洗米要张开虎爪，对吧？没错，善用你张开的虎爪，快速绕圈圈，这样就可以把米洗干净哦。这样重复洗个2-3次，洗米水能直接见底就好了。这过程你会发现，搓搓手指，似乎变得很干净啊，很像你刚洗完澡那种干爽的感觉。没错，这就是洗米水的洗净力。洗米水的强大洗净力不只是长辈转传的贴文啊，你实际洗米的时候就能直接感受到。所以呢，在洗米的同时，你可以拿一个锅子把洗米水留起来，就可以拿来洗碗或浇花。最重要的是可以省水啊。所以水利署常常在倡导的10大省水方法，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。我来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，包含洗手抹肥皂及出肉时将水龙头关紧。洗菜以盆槽代替水流冲洗，洗米水留起来做清洁浇花。其他省水方法还有像是洗车时用水桶代替水冲，刷牙用漱口杯，洗脸以盆槽代替水流冲洗，热水流出来前冷水流起来再利用，洗衣服改用省水流程，改用省水的2段式马桶，还有嘞盆浴改淋浴。水资源得来不易，我在餐厅上班的时候啊，不怕停电，就怕停水。因为停电关瓦斯就好，用手电筒照还是能洗厨房下班。但是停水没办法啊，你没办法洗厨房洗碗，到隔天会很可怕，早上来会忙死。所以省水从煮饭开始吧。天津饭的组成就是由3颗眼睛。天津饭的组成就是由白饭或者是炒饭，再煎一个滑蛋，里面放个蟹肉棒盖在饭上面，最后再淋个芡汁。只是一直来我对天津饭的想法是，为什么他们总是用蟹肉棒做的，而不是真的螃蟹呢？虽然我知道这是平民美食啦，但是仍止不住我想探究料理的想法啊。所以我决定到渔港买螃蟹回来，用蟹黄来炒饭，用蟹肉来煎蛋，再用蟹壳来做芡汁，不就能做出梦幻的天津饭吗？这一斤多少？那个750一斤。750的。好，这样子。2个吗？对，帮我打冰。你要让它死掉吗？还是？因为我回去就要煮，我要直接让它冻起来。哦，或者是你不会变的。这样回去就不会冻了吧？它就断了。OK， 可以。那你煮它也不会断筋。好。因为你活着下去煮它会断筋。所以这样最好。对。没关系。少1斤150。好，谢谢。1斤200。包着碎冰带回来果然是正确的。到家打开来，它刚好掰了，低温也能保持鲜度，这样子下锅煮就不会断脚啦。如果你没有先打碎冰，买回来放冷冻1个小时，也是一样的效果。准备一锅水，还有蒸笼架。这次留起来当明天晚餐，撒点盐降温。蟹壳外观刷洗一下，重点是内侧的部位啊，那些钳子啊跟脚的间隙，看一下这个水多脏啊。
放进蒸笼，切一片姜，给它带上路，淋一点米酒，雪里也放一点啊，盖上锅盖，先用小火蒸个3分钟。我个人对蒸螃蟹的想法是，一开始的火力不要太大，让蛋白质初步变性后再提高温度，这样子它的肉汁、蟹汁啦就不会被一下子挤出来太多。之后再转中火，蒸个8到10分钟就好了。其实时间还是要看大小跟数量，我这个才1只而已，所以时间不用太久。起锅后泡冰水泡个3到5分钟，快速降温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取肉了。这边我准备2个tray，一个比较厚，待会可以充当烤盘直接烤蟹壳，还有一个碗拿来装蟹黄。最重要的是蟹剪，这种是专门拿来剪龙虾或螃蟹的剪刀，把手套戴好。现在开始进行红鲟开壳取肉，螃蟹剪。哎，跟你讲多少次要拿这样子给我开壳，不错哦，满满的蟹黄。我们先把蟹黄全部取出来，先从盖子开始吧，沿着边缘把壳剪开，整块的蟹黄就能一起拉下来了。身体部分先把钳子啊、脚全部折下来，还有鳃剪掉，这些是不能用的，它比较脏，也不要拿来煮高汤的。再把身体中间的蟹黄挖出来。其实我发现这一只沙姆的蟹黄蛮软的，所以在身体中间跟干胰脏的粘连蛮紧密的，这让我联想到处女鲟哦。那这边科普一下哦，红鲟它在受精之前叫处女鲟，这时候的蟹黄是黄色的，等到受精之后毕业了才会转为橘色。所以我在猜这一只会不会是还没转变完全的呢？有经验的朋友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。好啦，这样就得到1碗蟹黄，还有1碗干胰脏或者疑似还没转性的蟹黄。总之都是顶级的美味啦！小心把蟹钳剪开，小心扒开，这可是我的招牌啊！尽力了。身体的部分乍看之下像迷宫，但实际上也没什么出入。拿起来仔细看，往有肉的四周也慢慢推敲，就能摸出大概的轮廓。我们尽可能的把整个区域的肉完整的取出来，把肉弄断了或弄碎了，谁都不好过，之后会越来越难取。把肉清空后，你就会发现刚刚那个区域呈现柱状。没错，其实螃蟹的身体结构就是由几丁子组成的一条一条的柱状空间，所以要取出完整的蟹肉，就得要有耐心，把每一个空间清空后剪掉，再换下一个，这样就能一直取出整条完整的蟹肉啦，是不是超疗愈？而且取出蟹肉的畅快感还不输你掏耳朵哦。好啦，这样就能完整取出蟹肉了。蟹肉就该这样子一束一束的才好吃啊，跟那种剥散的一丝一丝的实在差太多了。等一下蟹壳要熬汤，所以我们这个盖子再把它剪小一点，这样它才能煮出更多味道。好啦，这样子螃蟹的细部拆解就完成了，有壳、肉还有蟹黄。煮这种甲壳类的高汤，强烈建议你先烤过。这边我们先以200度烤15至20分钟，烤出香气就可以了。但我们今天只有单一种螃蟹而已，所以我们准备一点基本的蔬菜就好了。这包鸡蚬我大概用了快2个月了哦，只给它供水保湿，放在冰箱里面。想到就折一只来炒，它应该也希望我快点给它一个了断吧，但是我才不要，还要定期给它修剪，像这种枯黄的地方看到就修掉，这让你活1个月看看。香料用你手边有的就好，我这边有百里香、胡椒、月桂叶跟元水子，如果没有百里香，用综合香料也可以，胡椒原粒、黑白都可以。元水子是上次为了做牛肉河粉买的，煮高汤的时候都可以来一点，它可以帮助去腥。蔬菜下锅，香料下锅，百里香叶大约1公克左右，胡椒，蟹壳下锅。酒的部分我选择清酒，毕竟是日式料理嘛，不对，日式中华料理。直接倒进烤盘，把盘底的焦化物都刮起来。但是这个烤盘刚刚放太久冷掉了，现在不好刮，没关系，我们放旁边让它泡一下。加水腌锅食材，这边大概1.5公升。再把清酒洗出来的精华都倒回去，搅拌一下，开大火快速加热。对了，如果你上次有学会干燥巴西里的做法，也可以丢点下去煮哦，反正很便宜，做起来用不完也会黄掉。直到开始冒小气泡就赶快转小火，不管是甲壳类或者是鱼高汤，如果想要精致清澈一点，就得用小火慢慢的煮，并且勤捞浮沫。比较费工的煮法通常都是先煮壳，一边捞浮沫，煮大约30分钟以后才开始丢蔬菜。但是像我这种陶甲包的做法，就可以像这样子，丢一个滤网把蔬菜隔开，这样就可以捞浮沫啦。大约每隔10分钟捞一次就好。大约经过30到40分钟，浮沫已经慢慢变少，甚至没有，蔬菜也煮透了，就完成了。垫一块豆浆布，把食材及香料全部过滤掉，这样就得到一锅清澈的螃蟹高汤啦。
话说这个螃蟹汤可是当年的黑暗料理技巧味觉疲劳术啊，可是我个人实际喝过是没那么夸张啦，真香！我是指汤。由于前面说到这一次蟹黄质地偏软，为了验证跟排除各种疑虑，我先把它蒸熟一点。当然要摊快的话，用微波也可以，这可以更快的达到目的。只要够热就能让蟹黄进一步的硬化。但是这只沙姆的蟹黄打熟后，质地没有想象中的扎实，这进一步证实了它可能刚从处女蟳的行列毕业没多久吧。在打出来的过程就能明显的感受到，跟之前完全毕业的沙姆不一样了，不是只有那些干乙脏带来的湿润感而已，很明显的非常细腻，看不太出来有颗粒感，这很珍贵啊！一支500块的沙姆精华都在这一碗了。切一点简单的大蒜跟葱来作为炒饭的配料。我希望这个蟹黄炒饭更单纯一点，为了让葱白更碎一点，我先把它重开成4等份，再进一步切碎，这样就能一口气获得更小的颗粒。葱绿直接切成葱花，蒜头尽可能切细一点，越细越好，不要在炒饭中咬到太突兀的大蒜味。好了，就用大蒜跟葱作为蟹黄炒饭的配料。为了得到一碗纯正蟹肉的天津饭，材料总算备齐了哦。我们先 run 一下料理的顺序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蟹黄做成炒饭，然后再用蟹肉煎一个半熟的滑蛋，最后再淋上螃蟹高汤做成的芡汁。应该没问题吧？先把2颗蛋打进碗里，搅散，撒一点盐作为底味，让它有基本的味道就好。加糖可以让蛋煎出来更软一点。最后再滴一点油。油除了可以让煎蛋的过程受热更均匀之外，它还可以在蛋之间造成一点间隙，让质地更加松软。再来调整高汤的味道，最基本的就是先加盐做出一个底味。像这种比较重口的螃蟹高汤就蛮适合鱼露，因为鱼露也会咸，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要跟盐互相搭配一下。再来点白胡椒粉，味淋带有甜味，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，可以把这些咸味臭味比较锐利感的味道稍微圆润一点。当你尝一口带有一点甘甜味，那就达到目的了。开火热炒锅，充分热锅之后下油，油下去在锅底绕一绕，这时候还是保持小火哦。蟹黄下锅，快速的跟热油混合在一起炒开。这时你会发现蟹黄跟咸蛋黄一样都很起泡哦，而且它们都一样很容易烧焦，所以必须全程保持小火慢慢炒。很快你就会闻到蟹黄的香气上来，这时就可以把火开大一点，转中火就好了，就可以下葱白跟蒜碎了。快速炒开，由于葱白跟蒜碎都切得很细的，所以很快就可以炒出香气。炒出香气后呢，就可以直接下白饭了。没错，我用的白饭是刚刚从饭锅里挖出来的热饭哦。热饭、冷饭、隔夜饭都可以炒，不要每次炒不好就砍拖没有隔夜饭哦。想看我更多炒饭的知识，到播放清单找炒饭看一下吧。慢慢的饭粒会越来越松散，这时你就可以加点盐跟胡椒做基本的调味了，不需要再加酱油或者其他调味料哦，因为这里已经有浓厚的蟹黄味了。完成调味后，继续疯狂的翻炒，不会甩锅也没关系，可以像这样子，锅子跟着你的锅铲一起绕圈圈，这样子饭粒就会在锅子里面疯狂的翻滚。确认饭粒都炒开就可以起锅了。把炒好的饭装回刚刚装白饭的碗里，把它堆起来。好啦，一碗贵气逼人的蟹黄炒饭就完成了。这个炒完心都揪了一下。至于刚刚炒完饭的锅子呢，直接拿厨房纸巾把表面的饭粒残渣拨一拨就可以使用了。前提是你的炒饭没有粘锅啊。剩下的蟹黄、干乙脏的部分加到蛋液里面，蟹肉也加进来，轻轻的混合一下就好了。把干乙脏敲碎，蟹肉小心不要再弄碎了。那这个煎蛋除了要做成半熟的滑蛋之外，我个人是喜欢蛋的边缘有点焦焦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把锅子温度再拉高一点，转小火后，油放进炒瓢里面下锅，持续绕着锅子转，让油温快速升高，然后再调回中火维持火力。等到表面油温上来时候，把蛋液从中间一口气倒下去，四周围的蛋液会迅速膨胀起来。用锅铲将边缘的蛋迅速绕一下，让它们稍微再混合一下，往里面集中。中间我就不搅和了，因为我希望我的蟹肉形状更完整一点。一口劲倒在饭上面，哇，这看起来太疗愈了吧！满满的蟹肉跟蛋汁。来，还没完，高汤拉回来继续加热，并且勾芡，稠度至少像这样子，要够浓稠才扒得住饭啊。
最后再把蟹钳加进来，轻轻的混合加热一下就好。芡汁淋在饭上面，这样巨大的蟹钳肉就会完整的在上面啦。最后再撒上一大把葱花，完成。最后再提醒各位，省水要从日常生活做起，像是盆浴改淋浴，还有刷牙用漱口杯。一个小动作，大家累积起来，就不怕水库常常见底啦。好啦，这碗超奢华，用整只螃蟹做成的天津饭就完成了，真的太不容易了哦。当季最肥美的红鲟还真不便宜，平均一只也要500多，算500块好了，一碗饭要用上半只。如果这个要放在餐厅卖，要卖多少啊？不过也太好吃了吧！天哪，浓郁的蟹黄炒饭味道，芡汁又有烤过的蟹壳味，而且重点这个蟹肉好肥好甜啊！只是每一口都听得到钱包君在哀嚎。抱歉了，钱包君，我实在想吃这一碗酷酷的天津饭。另外给你们参考一下，这是另外一只红鲟，用一样的温度参数煮出来的，这样子才是我熟悉的蟹黄的样子啦，比较红，香气比较强烈，而且颗粒感比较明显。但是呢，口味见仁见智。用来炒饭这一个，我觉得吃起来口感比较丝滑一点，香气也很浓郁，